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百岁知道频道。今天我们继续深入《黄帝内经》，进入一篇非常关键的内容——金匮真言论。听这名字就知道，金匮是藏宝之意，真言是真正重要的话，也就是皇帝请问岐伯所讲的那些最核心、最不容忽视的生命法则，帮助大家从宏观把握健康之道、阴阳、四时、脏腑之间的内在节律。金匮真言论大白话解说，原文一开头就说：皇帝问曰：余闻上古有真人者，提挈天地，把握阴阳，呼吸精气，独立守神，肌肉若一，故能受庇天地，无有终始。意思就是皇帝说，我听说上古那种真正厉害的人叫做真人，他们能洞察天地规律，掌控阴阳变化，呼吸之间都与自然之气相通，他们生活有节，情志安定，内外协调，所以身体不坏，寿命长得超越常人。这段是在讲真正的养生是与天地同步。岐伯回答说得很有意思，真人者，精神内守，病安从来。这句话翻译一下，如果一个人精气神都守在体内，内心安定，外界再乱都影响不了，那病从哪里来呢？接着岐伯又讲了各种人群，至人次一等，通于道和于德，懂四时五行，身体和大自然协调。圣人懂得避风寒暑湿，能合理安排衣食住行。贤人调饮食，调情志，适当工作，也活得不错。这里是在讲养生有层次，但都得顺天应时。正文部分2，深入讲解精、气、神。金匮真言论中提出三宝：精、气、神，这在中医里是构成人体的核心本源。精来自父母遗传，也来自后天饮食，比如你肾虚、早衰、失眠，可能就是精亏了。气，推动生命运转的力量，提不起精神，手脚冰凉，常感冒，是气虚。神，是你的意识、思维、感受力。神不足的人容易焦虑、失控，甚至出现幻觉。岐伯说，精足则气盛，气盛则神旺，神旺则身健。接着又谈到情志治病，比如怒伤肝，情绪爆发，伤肝气；喜伤心，狂喜耗神，动火太过；思伤脾，过度操心，脾气郁滞；悲伤肺，长久抑郁，肺气枯竭；恐伤肾，大惊失色，肾气下陷。这就是经典的七情治病论。所以你不是突然就生病的，是日积月累情绪影响了五脏六腑。正文部分3，阴阳应象大论。阴阳应象大论，它把人体放在更宏观的天道结构下讲。原文说，阴阳者，天地之道也，万物之纲纪，变化之父母，生杀之本始，神明之府也。大白话翻译就是，阴阳是天地万物变化的总规律，所有的生生死死，冷暖虚实，动静升降，都是阴阳在起作用。比如春属阳生，人要早睡早起，多动多呼吸；夏属阳盛，要出汗排湿；秋属阳收，人要安静养肺；冬属阳脏，要晚起保肾精。如果你违反这个规律，比如冬天不睡，夏天贪冷饮，就很容易病。这篇还讲了表里内外，肝开窍于目，目色或干，可能是肝血不足；肾主骨髓，耳听力减退，也许是肾亏；心主血脉，舌，心火旺的人舌头红，口干，失眠。所以看一个人，不是头疼治头，而是要看背后的阴阳五脏是否协调。结尾总结，看到了3000年前中国古人对生命的深刻洞察。他们早就知道，生病不是偶然，是阴阳失衡、情志失调的结果。养生也不是保健品，喝汤喝药，
而是顺应四时，调整生活，内守精神。现代人压力大，情绪杂，作息乱，饮食毒。《黄帝内经·灵兰秘典论》第6篇，通俗大白话讲解。在前2篇中，我们讲了人体与天地的关系，阴阳失衡是万病之源。接下来，《黄帝内经》的第6篇《灵兰秘典论》带我们深入人体的核心机关，五脏六腑到底谁管啥，谁最重要？一，人体就像一个国家，五脏是中央机构。皇帝问岐伯，你说五脏六腑这么重要，那到底哪一个最要紧？岐伯答得很有意思，心者，君主之官也，神明出焉。意思是心脏就像一个国家的皇帝，整个神志、意识、思维都是从心出来的。心神清明，人才聪明；心神紊乱，人就胡说八道，精神错乱。二，人体的脏腑各有分工，就像一个国家的不同部门。心就像皇帝，主神明，管全身的血脉，是指挥中枢；肺像丞相，主气，管呼吸，调节全身气机；肝是将军，负责谋略和调度，主疏泄情绪与气血的流通；脾好比仓库管理员，负责运化食物，把吃进去的东西转化为营养和气血；肾是能源部长，脏经，主生长、发育、生殖，也是生命的根本；胆像裁判官，主决断，一个人是否果断，有主见，与胆有关；小肠像个分拣员，把吃进去的食物分清浊，吸收好的，排出坏的；大肠是身体的下水道，主要职责是排出废物；胃就像磨坊，接收饮食并初步消化，是消化的第一站；三焦像管网系统，通调全身上下的水液与气机，是运行通道；膀胱是储水池，贮存尿液，控制废水的排出。这不是比喻玩笑，而是系统论。中医认为，五脏六腑不是孤立的器官，而是功能单位，相互配合才能运作身体。三，哪个关坏了，人最危险？岐伯点明了2个最关键的：心者，生之本也；肺者，气之本也。意思就是心出问题，神明就乱，人一昏迷，亡神；肺出问题，气机不布，人不能呼吸。现代医学也印证了，心肺停止，人命终结。四，五脏之间是互相牵制、互相影响的。比如肝主疏泄，如果太强，脾就容易被压制，影响消化；脾主运化，如果太虚，湿气上浮，肺功能就差。肾藏精，肝血不足时，肾会借精补血，时间久了肾也虚，这叫五行生克制化的平衡关系。五，医者如何用这个体系诊病？岐伯说了很重要一句话：知其要者，一言而终；不知其要，流散无穷。意思是，真正懂得这个体系的医生，一句话就能点出问题所在；不懂的就会头痛医头，脚痛医脚，治来治去不见效。所以你今天胃不舒服，未必是胃本身病了，也许是肝气犯胃；女孩子月经不调，也许不是子宫的问题，而是肾气虚；一个人易怒暴躁，也许是肝阳上亢，而不是脾气差这么简单。总结，人的身体是个系统，五脏不是心肝脾肺肾这5个肉团，而是5大功能系统。各脏腑是一个立体网络，互相支持，互相制约。想健康长寿，不是只吃补药，养单一器官，而是调系统的平衡。医道的根不在治病，而在调整体，守神明。灵兰秘典论是医者的纲要，真正理解五脏的官职与合作方式，才能跳出头疼治头的误区。正是这部经典该被重新理解的时候。如果你喜欢这类内容，别忘了点赞，关注百岁 Longevity Way， 我们将继续为你讲解完整的《黄帝内经》，
一步步还原真正的中华养生大道。